大家都在盯着英偉達的算力神話，都在看黄仁勳又賣了多少張顯卡。但在這場 AI 造富運動裡，今天又將出現另外一個局外人了嗎？如果你的工作和供應鏈有關，或者手裡有任何半導體的資產，今天這期一定要看到最後，因為我要講的這家公司，它的處境跟大部分人以為的完全是兩回事。5月27號，有一家中國芯片公司正式通過了科創板 IPO 的上市審核，它叫長興科技，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長興存儲。這家公司這次要募資多少呢？295億人民幣，這是中國資本市場今年最大的一次硬科技 IPO， 沒有之一。先給朋友們來一組數字，感受一下這到底是個什麼量級的怪物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就是剛剛過去的這3個月，長興科技單季度的規模淨利潤達到了驚人的247.62億元，利潤增速是恐怖的1688%，也就是翻了将近17倍。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？我們把整個 A 股半導體板塊站在金字塔最頂端的8大龍頭全部拉出來，代表中国最強晶圓代工的中芯國際，做半導體設備的北方華創和中微公司，做芯片設計的威爾股份、海光信息、藍旗科技、兆易創新，還有封測龍頭長電科技。這8家公司代表了中國半導體的國家隊全明星陣容。他們在2025年辛辛苦苦幹了一整年，全年的規模淨利潤全部加在一起是239.97億元。你听懂这個含金量了嗎？長興科技一家公司用1個季度的利潤，把中國半導體前8強一整年賺的錢全部秒殺了。難怪現在二級市場徹底瘋了。長興上市前最後一輪融資，阿里雲進來的時候給的估值是1584億人民幣。但現在呢，面對這種利潤體量，很多機構的算法很簡單，1個季度賺了247億，年化就是將近1000億，給他20倍的市盈率，就是2萬億起跳。往樂觀了算，就是3萬億甚至4萬億。3萬億是什麼概念呢？如果真成了，長興直接超越建設銀行，成為整個大 A 股的市值第一。好，說到這裡，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熱血沸騰，覺得國畫之光把海外巨頭徹底打趴下了，那我要給你潑一盆徹骨的冷水。這不是一個吊打對手的爽文故事，在295億募資和單季200多億利潤的背後，藏着的是一場籌碼極高，隨時可能滿盤皆輸的生死賭局。長興現在的暴富根本不是因為他在技術上超越了對手，而是因為他的對手主動的走了，給他留下了一個商業真空。而這295億的融資是在對手回頭之前給自己買一張通往下一局的門票。至於這張門票能不能真正換來入場券，才是整個故事最核心的問題。來，我們先來拆解第一個反直覺的真相。長興這單季247億的利潤到底是怎麼賺來的？其實長興暴富的根本原因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替他賺的錢。這2年 AI 算力爆炸，英偉達的 GPU 賣瘋了，大家都知道。但 GPU 算力再強，訓練大模型是最吃內存帶寬的。GPU 旁邊必須得配上極高速度的內存來餵數據，這就是 HBM 高帶寬內存。現在 HBM 的毛利率超過60%，簡直是印鈔機。你看做 HBM 的3巨頭 SK 海力士、三星、美光，
這3家最近都齊刷刷地衝破了1萬億美元的市值。面對這種誘惑，壟斷全球存儲市場的韓國雙雄做了一個極其粗暴的決定，把原來用來生產普通電腦內存和服務器內存的產線強行轉換去生產 HBM。 根據 TrendForce 集邦資訊的產業鏈數據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將自身高達 33% 的 DRAM 晶圓產能直接抽離了傳統市場。 33%了，朋友們，這2個巨頭本來就佔據了全球70%以上的市場，他們突然把1/3的機器停掉，不造普通內存的，這個物理產能缺口有多恐怖呢？這就好比說，原本全村有3家种粮大戶，老大和老二突然宣布不種大米了，改种名貴藥材了，那大米的價格會怎麼樣呢？當然是原地起飛了。順帶一提，我們去年10月講內存漲價那一期，說到產能轉移比例還是超過 20%， 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漲到了 33%， 這個速度比我們當初估算的還要快得多。這就是2026年第1季度全球內存市場真實發生的事。業內叫這個 RAM Magellan， 就是內存饑荒。TrendForce 的數據顯示，今年1季度全球 PC 內存的合約價史無前例的暴漲了 105% 到 110%， 直接翻倍還多。服務器內存的合約價也暴漲了 88% 到 93%。在這個時間節點上，擁有成熟產能、全村唯一能打的長鑫存儲，踩着這個完美的歷史節拍進場了。老大哥去賺 HBM 的大錢了，留下的傳統的 DRAM 巨大真空。長鑫握着北京和合肥的龐大產能，直接發起了非对稱的價格戰。在 DDR5 內存上，長鑫針對大客戶開出了比韓國大廠低 15% 到 20% 的價格。而在那些韓國巨頭急於清庫存的老舊 DDR4 市場，長鑫更是凶狠，直接給出了高達 50% 的半價。這一下，全球供應鏈裡上演了一幕意想不到的地緣政治黑色幽默。大家知道，過去這幾年，美國的 PC 和服務器巨頭戴爾、惠普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，對大批量採購中國半導體是極度謹慎的。但現在呢，美國自己的雲巨頭微軟、Google、亞馬遜狂買英偉達，英偉達買空了韓國人的產能，直接的結果是美國的 PC 和服務器巨頭沒有內存可用了。戴爾和惠普的採購主管看着自己財務報表上翻倍的內存成本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。於是，這些過去對中國芯片百般挑剔的美國硬件巨頭，在2026年做出了歷史性的妥協，全面啟動了對長鑫內存的質量驗證和大批量的採購。就連美商海盜船這種國際頂級電競內存品牌，都在大賣搭載長鑫顆粒的內存條。好，稍等一下，這個故事到這裡還只講了一半，真正讓人窒息的部分在後面。長鑫吃到了這波潑天富貴，靠的是他這幾年苦哈哈熬過了幾百億的虧損，把全流程量產的底子打好了，然後給出了足夠致命的性價比。技術上他是自己的本事，但在商業邏輯上，他吃到的是韓國巨頭去打高端及主動露出來的終端市場真空，是地緣夾縫裡逼出來的大宗商品折扣。這就是這期視頻最核心的問題了。長鑫賺的是周期的錢，但市場給他的估值是結構性的定價，這兩件事是兩回事。看到這個真空期的不只是長鑫自己，還有比我們普通人聰明得多的產業資本。翻開長鑫的招股書，看股東名單，在他 IPO 之前的最後一輪融資，
阿里云拿出了真金白银的61亿人民幣，按1584亿的估值入股，拿下了 3.85% 的股权。很多媒体把這解讀成了簡单的財務投資，或者看好國產替代，這種理解太表面了。阿里是中國最大的雲計算巨頭，每年要建海量的數據中心，買大量的服務器，對內存的需求是個天文數字。現在全球的內存產能都被英偉達和北美的雲巨頭給吸乾了。阿里在國內搞算力，心裡能不慌嗎？一旦哪天韓國人徹底不賣高級內存給中國了，阿里的算力基礎設施難免要停擺。所以阿里掏出這61億，買的根本不是股票的差價，買的是一份供應鏈安全的保障。在 A 股嚴格的 IPO 審查下，阿里不可能公開跟長興簽什麼優先供貨協議，那叫關聯交易，會影響上市流程。但這 3.85% 的股權就是最強硬的戰略護鎖。長興需要測試場景，阿里的數據中心就是最好的試驗田。這幫中國互聯網大廠在底層硬件上的交力，才是長興在這個週期裡能瘋狂出貨的終極靠山。好，這就引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：既然賬上現金流這麼好，一季度淨賺了200多億，背後又有阿里、騰訊、國家大基金這些金主護駕，長興為什麼還要急着去科創板上市呢？為什麼要再融這295億呢？答案是，長興的管理層比任何人都清醒，現在的暴利是一種周期性的換節，而且他們手裡有一個致命的財務隱患，藏在每一顆芯片的制造成本裡。這裡就要說到半導體制造裡最殘酷的一條物理法則了。長興的 DDR5 賣得好，是因為便宜，但你可能沒想到，長興造一顆內存的成本，在當前制程下，其實比韓國巨頭要高得多。這聽起來是違背常理，但這就是現實。因為長興買不到阿斯麥最頂級的 EUV 極紫外光刻機。雖然長興的 DDR5 已經推進到了16納米制程，良率也做得相當漂亮，但面對韓國巨頭12納米到14納米的先進節點，依然存在不可忽視的物理面積劣勢。芯片制造的第一性原理是什麼呢？是在同樣大的一塊硅片上，切出盡可能多的合格芯片，制程越先進，單顆芯片越小，切出來就越多，每顆的成本就越低。但長興手裡沒有 EUV 這支極細的筆，為了讓內存容量達標，只能把芯片的物理面積做大來湊數，這叫面積換容量。就像你用大號字體寫信，一張紙能寫的字就少了，面積一大，一張晶圓上能切出來的芯片就少了，分攤到每顆上的折舊成本就高了。現在是市場缺貨，價格暴漲，高昂的售價把這成本劣勢給掩蓋了。但半導體是無情的周期性行業，一旦2年後 HBM 產能過剩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把機器調回來制造普通內存，價格戰一打響，長興面臨的是什麼？是幾百億固定資產的折舊生煙，造得比別人貴，價格跌破成本線的時候，巨額的設備折舊就會像黑洞一樣，把現在所有的利潤全部吞噬掉。這不是推測，這是半導體行業的物理規律。長興的管理層難道不知道這一點嗎？他們太知道了。所以這295億的募資根本不是錦上添花，這是在沒有 EUV 的捷徑裡，用錢硬生生的砸穿物理天花板的續命錢。這筆錢怎麼花呢？招股書寫的明明白白，其中最大的一筆130億叫 DRAM 技術升級，說白了就是死磕12納米，
沒有 EUV 怎麼辦呢？那就用手裡的 DUV 粗馬克筆，分4次去描邊。在半導體工程裡，這叫多重曝光，極其痛苦，生產周期嚴重拉長，良率極難控制，稍微一不小心，整片硅片就報廢了。但長興必須幹，因為不把單顆芯片的面積縮下來，成本降下來，等周期一下行，就會死在折舊裡。這130億是在紅海裡保命的底線。而另一筆最關鍵的錢，90億，叫前瞻技術研發。前面砸向上海的先進封装基地，目標只有一個，造出自己的 HBM。HBM 到底難在哪呢？它不是傳統的平面芯片，它要把芯片像蓋樓一樣疊起來，8層、12層，甚至16層，還要在極其脆弱的硅片上打出成千上萬個微米級的孔洞，往裡面精準地灌進銅線，讓上下層能通電傳數據，這叫 TSV 硅通孔技術。這就好比在頭髮絲上雕花，單層芯片鍵合的良率必須達到 99% 以上，因為其中一層鍵合偏了一點點，整顆造價昂貴的 HBM 芯片直接報廢。它是一種殘酷的乘數效應，哪一層出錯都不行。按規劃，上海的 HBM 產線要在今年底投產，2027年衝擊量產。客觀地說，這個進度依然落後國際巨頭至少3年的時間差。而就在這裡，長興真正的敵人浮出了水面。他的敵人不是韓國巨頭，也不是 EUV 光刻機的物理極限，而是另一個已經啟動的懸在頭頂倒計時的鍘刀，而且鍘刀還不止一把。很多人一提到長興，第一反應就是肯定早就被美國嚴厲制裁了。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關鍵事實，長興目前沒有在美國商務部最嚴厲的實體清单上。它雖然在國防部的 1260H 中國軍事企業名單裡，但這份名單對應的政府採購限制要到2027年12月才正式生效。在那之前，長興處於一個極度微妙的制度紅利期，還能繼續買到阿斯麥的非 EUV 光刻機來擴充產能，但這絕對不是警報解除，更不是美國人發了善心，因為另一把無法躲避的鍘刀已經設定好了定時器。第一把鍘刀叫國防授權法案的第5949條，這是一條把公司名字直接寫進法律的硬編碼清退令。它規定到2027年12月23日，全美國的聯邦政府以及所有想做美國政府生意的商業巨頭，比如戴爾、惠普、思科，必須把長興的芯片從他們的全球供應鏈裡進行徹底的物理清退。這裡有一個極度反直接的地方，長興現在瘋狂的出貨，就連美國硬件巨頭都在買長興的內存。但2027年12月一到，這些跨国公司為了保住美國聯邦政府的訂單，只能忍痛把長興從供應鏈裡踢走。無論長興內存性價比有多高，都沒用，因為這是法律裡白紙黑字指名道姓寫進去的。而第二把鍘刀更直接，這是美國國會正在全力推進的 Match 法案草案。以前制裁的邏輯是不賣給你新光刻機，這個草案的邏輯變了，他打算直接立法，禁止原廠給你修舊機器。大家要知道，造價上億美金的阿斯麥沉默式光刻機，不是插上電就能一直用的，它需要原廠的工程師高頻駐場維護、調校軟件、校準光源、更換損耗的零部件。一旦 Match 法案落地，切斷這種技術支持，設備在幾個月內就會良率崩盤，最終變成一堆昂貴的廢鐵，這就是存量產能的絞殺。所以
你現在明白這295億私募背後的張力到底有多大了吧？為什麼長興要急着現在上市呢？為什麼要在這1-2年內瘋狂的擴產呢？3大巨頭的產能轉移給了他賺錢的窗口，但2027年12月的制裁底線給了他拼命的緊迫性。這根本不是什麼按部就班的商業擴張，這是一場有着明確截止日期的亡命衝刺。必須在老大哥的 HBM 產能過剩之前，在2027年美國供應鏈大清洗之前，在光刻機變成廢鐵之前，把這290億花光，把 HBM 的產線真正的跑通。被贈予的窗口期，這不叫真正贏下的陣地。能不能把窗口期換成結構性的技術能力，才是這場賭局唯一真正的問題。那在這個四面八方都在倒計時的牌桌上，看懂這場牌局，對屏幕前的我們到底意味着什麼呢？我不做投資建議，但有2個底層邏輯，我認為值得每個關注科技和商業的人搞清楚。如果你是關注半導體和科技股的人，一定要認清估值邏輯的錯位。長興現在單季狂賺247億，業績極其的亮眼，但你要看透一件事，它現在賺的是標準 DRAM 的短期周期性的錢，是韓國對手不在家，他撿到了漏。但現在的二级市场正在用 HBM 的長期結構性的護城河神話，給他定出3萬億甚至4萬億的市值。利潤是周期的，估值是結構性的。當2027年、2028年韓國巨頭帶着過剩的產能殺回中低端市場，當制裁的鍘刀準時落下，而如果那時候長興自己的 HBM 產線還沒有爆發出足夠的良率，那個瞬間就是周期性利潤環節被徹底戳破的時刻。看懂這2種邏輯之間的落差，是你審視這家公司乃至整個半導體板塊的核心坐標。而如果你是關注職場和商業邏輯的普通人，長興的故事也給你展示了什麼叫接住金幣後的生存法則。當行業裡的老大老二去撿新賽道打高端局的时候，他們留下的低端真空確實能讓你賺到第一桶金，但你要記住，這不叫勝利，這叫緩刑。周期裡賺到了錢，只有一個正確的用法，把它砸向結構性能力的建設。長興最值得我們所有人敬佩的，不是一個季度賺了200多億，而是他的管理層非常清楚自己賺的是什麼錢。拿到這筆潑天的富貴之後，沒有瘋狂的分紅，沒有沾沾自喜，而是立刻轉身，把295億的融資連同賬上的所有利潤，全部押進了能不能活過下一個周期的生死賭局裡。如果在你的人生或者創業中，你也碰巧吃到了周期的紅利，拿到了第一桶金，請你想想長興，不要用周期裡賺到的錢去挑戰結構性的實力，把錢換成門票才是唯一該做的事。2027年12月，當美國聯邦機構的採購禁令真正生效，當3大巨頭的 HBM 產能過剩，回頭橫掃低端市場，到那個時候，長興用這259億人民幣買下的 HBM 產線，到底能不能爆發出足夠的良率來拯救自己呢？這場賭局的底牌只剩下18個月就要揭曉了。屏幕前的你，你覺得長興能贏嗎？這裡是明夜3000里的頻道，咱們下期再見。